我想先带你去看一场雪。西元1632年，明朝崇祯2年的12月，杭州西湖，大雪3日，湖中人堕声俱绝。大雪下了整整3天，湖上连行人和飞到的声音都完全消失了。就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深夜，有一个人裹着毛皮衣，提着小火炉，划着一叶小舟，独自滑进这片白茫茫的天地，去湖心亭看雪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人是不是疯了？但我要告诉你，写下这段文字的人，曾经是全江南最会玩、最懂享受的豪门公子。他看过最热闹的灯会，做过最华丽的画舫，听过最好的戏班，人生的上半场奢侈到让人嫉妒。然后，在他48岁那年，国家亡了，家也散了。他从锦衣玉食的贵公子，一夕之间变成连饭都吃不上的山中野人。晚年，他靠着回忆，把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繁华世界，一篇一篇写了下来，写成一本书，叫《陶庵梦忆》，陶庵的梦中回忆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走进这场明朝末年的繁华大梦，也走进这个把一生活成传奇的人——张岱。先说这个人，张岱，西元1597年生，浙江绍兴人。他们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宦世家，曾祖父是状元，祖父是进士，家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书，还养着自己的戏班。张岱6岁那年，大名士陈继儒骑着鹿到他家做客，指着屏风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个上联：太白骑鸡，采石江边绕夜月。6岁的张岱张口就对，湄公哈路，钱塘县里打秋风，满座惊倒，神童之名从此不踻而走。他后来毫不避讳地回顾，自己年轻时就是个元爵子弟，极爱繁华，好住漂亮的精舍，好美食，好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朵。茶要喝最讲究的，戏要看最精的。明朝末年的江南本来就是全天下最富庶、最会生活的地方，而张岱就是那个时代最会玩的人。如果没有后来的巨变，他大概会这样舒舒服服地过完一生。可是西元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皇帝自毙，紧接着清兵入关，挥师南下，大明王朝轰然倒塌。张岱的世界碎了，家产没了，亲友散了，他带着残破的书稿逃进山里，过起不衣书食、3餐不济的日子。就在那样的破屋寒夜里，他开始写这本书。他在自序里说：鸡鸣枕上，夜气方回。天快亮，鸡啼响起的时候，躺在枕上，夜里的清明之气刚刚回来。他回想自己这一生，繁华迷丽，过眼皆空，50年来总成一梦。50年的尽兴日子，回头一看，竟像一场大梦。于是他把梦里的一幕一幕写下来，这就是《陶庵梦忆》。接下来我带你一幕一幕地看。梦的第一幕在杭州西湖，农历7月15，中元节，这是西湖1年里最热闹的夜晚，全杭州城的人都要出来游湖赏月。可是张岱开篇就毒舌了一句，成了千古名言：西湖7月半，亦无可看，只可看看7月半之人。7月半的西湖根本没什么好看的，要看就看那些来看7月半的人。他像架起一台摄影机，把湖上的众生相拍了个遍。达官显贵坐着楼船，鼓乐喧天，名为看月，其实灯红酒绿，根本没看见月亮。名门鬼秀环坐露台，左顾右盼，身在月下，却无心看月。还有人什么船都要挤上去，呼朋唤友，装模作样，月也看，看月的人也看，其实什么都没看进去。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种人，驾一艘小船，挂着淡淡的帷幔，几岸擦得干干净净，炉上温着茶，
把船悄悄藏进树影里，静静地看月，却不让人看见他在看月。5种人，5种活法。张岱站在船头冷眼旁观，把湖上的人心看得透透的。整个西湖挤成一锅沸腾的粥，招鼓喧天，人声鼎沸。可是到了2更天，夜深了，官府的宴席散了，简夫吆喝着催人回城。岸上的灯笼火把连成一串流星，人潮像退潮一样，忽然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时候，张岱他们才把船划出来。月亮像刚磨好的镜子一样亮，山重新整了妆，湖重新洗了脸。刚才躲起来的雅士、僧人，这才纷纷现身，邀月同坐。夜更深，他们恬粹把船划进荷花深处，酣睡于10里荷花之中，香气拍人，清梦甚菊。在10里荷花的香气里睡去，连梦都是清甜的。同一个夜晚，同一面湖，俗人赶的是热闹，雅人等的是人散后的月色。你看，这就是张岱，全城看热闹，他看的是热闹背后的人和人散之后的月。第2幕，到南京，秦淮河。明朝的南京是陪都，而秦淮河就是整个江南最香帆、最奢靡的一条河。河两岸盖满了河房，临水的楼房，家家有露台，朱红的栏杆，雕花的窗，竹棱纱幔，推开窗就是水。张岱说，这里的河房贵得要命，却天天客满。夏天的傍晚，刚沐浴完的人们摇着扇子，在露台上杂坐乘凉，划船并固在河上来来去去。两岸水楼里，茉莉花的香风一阵一阵，混着女眷的脂粉香飘过水面，连空气都是软的。而秦淮河最疯狂的一夜是端午，全南京的侍女倾城而出，挤到河边看灯船。有钱的玩家把上百艘小篷船齐结起来，每艘船的棚顶挂满羊角灯，像一串一串的连珠，船头接着船尾，连成10几艘一列，在河面上蜿蜒游走。张岱写下了那个画面，船如蛟龙火甚，曲曲连泉，盘尾悬折，水火激射。整列灯船像一条发光的火路艇，在黑色的河面上盘旋扭动，灯影与水光彼此激射。船上招把管弦一齐奏响，乐声在水面上腾腾如沸。两岸楼上的侍女凭栏哄笑，声与光皱成一片，耳朵和眼睛根本忙不过来。一直要闹到午夜，曲厅倦了，灯烧惨了，元朝才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一点一点散去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黑色的河面上，一梯光做的龙缓缓游过，水里还有一条套影跟着它扭动，岸上千万双眼睛被照得发亮。1000个夜晚的繁华，张岱用几10个字，就让它永远亮在了纸上。第3幕，回到张岱的老家绍兴。绍兴是水乡，也是戏乡。村子里酬神过节，就在河边搭起戏台演戏，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，河面上挤满了来看戏的乌篷船，这就是社戏。张岱家自己养着戏班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资深戏迷，懂戏懂到名角都怕他坐在台下。他吃戏吃到什么程度？崇祯2年，他半夜乘船路过镇江金山寺，戏饼上来，竟叫人把灯笼、戏服全搬进大殿，找鼓一敲，就在佛殿里开演起来。全寺的和尚被吵醒，揉着眼睛围过来看戏，一路看到天亮。张岱唱完就走，和尚们送到山脚，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这群人到底是人是怪还是鬼。他记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戏，他的叔叔运叔有一年在演武场搭起一座大台，专门挑了30-40个剽悍精壮、会香布叠打的徽州戏子，扮演木人救母，连演3天3夜。演到地雾群鬼出没的戏码，台上走索、翻桌、翻梯、窜火、窜剑，
台下看戏的万余人齐声压喊，上万人同时喊出声来，声浪大到惊动了城里的熊太守，以为是海败打过来了，连夜派人来查问，闹了一场大乌龙。这就是水乡的戏，它不是贵族包浪里的消遣，而是整座城、整条河一起沸腾的节日。散戏之后呢，夜已深，看戏的人坐上乌篷船，船头挂一盏小灯，在月色和水雾里摇摇晃晃地划回家。张岱太熟悉这种夜航船了，南方水乡的夜班渡船，三教九流挤在一个船棚底下，聊学问、吹牛皮、打瞌睡。他后来甚至用夜航船当书名，另外写了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。对他来说，那盏在黑水上飘摇的小灯，就是故乡的样子。第4幕，来看看这位公子哥儿平日都玩些什么。他玩斗鸡。天启年间，张岱迷上斗鸡，田粹在龙山脚下成立了一个斗鸡社，仿照唐朝王勃的斗鸡檄文写文章召集同好，定期开赛，跟自家叔叔斗鸡，还要赌上古董字画。后来他在书上读到，唐玄宗是有年有月生的，属鸡，一辈子爱斗鸡，最后把国家玩丢了。张岱一算，自己也是有年有月生，吓出一身冷汗，从此把斗鸡戒了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个玩笑竟像一句预言。那个时代的公子哥儿还流行蹴鞠，古代的足球。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就在园林的草地上踢球取乐，花瓣落了一身。此外，他斗牌、放灯、洋酒、弹琴，样样都玩出名堂，连喝茶都喝出了发明。他改良家乡的日字茶，赠入茉莉花一起冲泡，茶汤素百里透着兰香，他索性命名为蓝雪茶。几年之间风行整个茶室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个玩物丧志的败家子吗？但张岱对玩有一套自己的哲学。他说，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癖好，不能跟他深交，因为他没有深情。在张岱看来，痴迷一件事恰恰证明这个人有真性情。他玩的不是钱，是那一股认真到底的痴劲，而这是股痴劲后来救了他，让他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有满腹的记忆可写。第5幕是繁华的最高潮。张家是绍兴的豪门，园林、别墅、戏台一应俱全。夜里开宴，园子里挂满门纱灯笼，亭台水榭倒映在荷花池里，加班的戏子弹唱，宾客满座，仆役穿梭，香炉的烟和灯光就在一起。张岱的前半生就泡在这样的夜晚里。最阔气的一次，他们家在龙山放灯，沿着整座山片挂灯笼，山上山下连成一片星海，全城的人扶老携幼涌出来看，把山路挤得水泄不通。他后来用4个字总结那种生活：繁华迷丽。极尽繁华，极尽奢靡华丽。而全绍兴城共享的繁华是元宵灯景。张岱得意地说，绍兴的灯景之所以名满天下，秘诀说穿了很简单：竹欠、灯欠、酒欠。竹子便宜，灯便宜，景肘便宜。便宜，所以家家户户都点得起灯，大街通衢挂灯，十字路口搭灯棚，连最穷的人家也要在自家门口点上一盏。别处的灯会是官府的排场，绍兴的灯会是老百姓自己的节日。一到元宵，从通衢大街到最窄的小巷，没有一处是暗的，满城灯火像把银河拉到了地上，男女老少倾巢而出，在灯下游走、唱曲、喧闹，通宵达旦。你发现了吗？张岱笔下最动人的繁华，从来不只是富贵人家的排场，更是一整座城的烟火气。人人都点得起的那一盏灯，才是太平岁月最奢侈的风景。热闹看遍了，最后一幕我们回到安静。张岱的玩到最高的境界，其实是雅。他和3、5好友泛舟山水之间，煮茶、弹琴、论诗，看远山在烟岚雾翳里一层一层淡出去，一坐就是一天。
热闹是给众人的，这种清冷的美只留给懂的人。而《陶庵梦忆》里最有名也最能代表他的一篇，就是一场安静到极点的雪。崇祯5年12月，杭州西湖大雪下了3天，湖中行人和飞倒的声音全都绝了。这天晚上，张岱裹着毛皮衣，带着小火炉，划一叶小舟，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。雾戛沆沓，天与云，与山，与水，上下一白。天地之间只剩一道长堤的痕，一点湖心亭，一介小舟，和舟中2、3粒人影。到了亭上，他发现竟早有2人铺唱对坐温酒，见了他大喜。湖中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？2人拉着张岱同饮，他勉强喝了3大杯，作别下船。船夫忍不住喃喃地说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别说我们相公痴，亭上还有比相公更痴的人呢。全文不过100多字，却被后人推为小品文的绝唱。你看那几个量词，长堤是1横，亭是1点，舟是1介，人是2、3粒。天地浩大，人小得像一粒尘埃，可就是这粒尘埃肯在大雪3日后的深夜独自划船去赴一场雪的约。这就是张岱说的痴，对美痴心，对生命深情。多年以后，他在山中写下这一页。下笔的时候，西湖早已换了主人，那片上下一白的天地也随着大明朝一起消失了。可是那场雪从此落在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心里，下了将近400年，还没有停。然后运行了。西元1644年甲申年，李自成的军队攻进北京，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缒，随后清兵入关，铁骑南下，江南的城市一座接一座陷落。昨天还在喝酒盼戏的繁华世界，转眼间烽火连天。张岱一度投身南明的抗清阵营，辅佐鲁王，但大势已去，复国无望。他眼遮遮看着故国倾覆，家业缩尽，好友一个一个或殉国，或心散。他在自序的开头只用12个字交代自己的下场：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山。国破了，家亡了，天地之大，再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。他披散着头发，逃进深山，活得像个野人。昔日的故交看见他，像看见毒药猛兽，吓得不敢相认。他自己倒看得明白，说这是在还贷。如今戴斗笠是还从前的华冠，穿草鞋是还从前的锦履，吃粗江野菜是还从前的山珍海味。前半生欠下的奢华，后半生用一样一样的苦慢慢重还。最惨的时候，家里的米缸一空再空，连火都生不起来。50岁的张岱这才第一次知道饿是什么滋味。从前好美食的公子，如今学会了舂米挑粪。从前穿轻裘的身体，盖着粗布破被。从前仆役成群，如今劈柴挑水都得自己来。20年前的旧梦和眼前的低寒恍如隔世。他写好了自补诗，几次醒想一死了之，可是手上那部没写完的明朝史书《石贵书》把他留在了阴间。从云端摔进泥里，半生繁华一夕成空。换作是你，你拿什么撑住自己？张岱的答案是一支笔。在山里的破屋中，这个一无所有的老人做了一件看起来最没用的事——写作。寒夜里，他点起一盏孤灯，把记忆里的繁华一件一件取出来。西湖的月，秦淮的灯船，绍兴的戏台，湖心亭的雪。他在自序里说：遥思往事
一即书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赞悔。遥想往事，想起什么就写下什么，写完捧到佛前，一一忏悔。表面上是赞悔，其实每一个字都是舍不得。这就是陶庵梦忆教我们的第一课：繁华如梦。再有钱的家族，再热闹的盛世，再理所当然的好日子，都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我们总以为眼前的安稳会永远继续，可张岱用亲身经历告诉你，没有什么是不会失去的。所以趁他还在的时候，认真的看，认真的爱，认真的过。而第二课藏得更深，记忆是人对抗失去的最后武器。撇记可以烧掉城市，夺走家产，终结一个王朝，却夺不走一个老人脑海里的那场雪。张岱把它们写了下来，那个世界就没有真正死去。3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依然能在他的文字里看见那条火龙一样的灯船。国家会亡，繁华会散，但被深情记住的东西就能再活一次。写就是他的不认输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认真拍下的照片，随手写下的日记，听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的老故事，那些都是平凡人的梦忆。趁着还记得，把爱过的留下来，这件事永远不嫌早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跟住张岱的陶庵梦忆，做了一场明朝末年的繁华大梦。我们在西湖7月半看了满湖的看月人，在秦淮河看灯船连成火龙，在绍兴听了万人沙喊的木人心，看了满城点得起的元宵灯，看这位最会玩的公子斗鸡、蹴鞠、夜宴笙歌。最后在大雪3日后的湖心亭，看见天地100里那2、3粒痴心的人影。然后梦醒了，国破家亡的老人在山中孤灯下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。繁华如梦，深情不灭。一个人失去了所有，却用一支笔赢回了一整个时代。希望这本书也能提醒你，好好珍惜眼前的寻常日子，并且把舍不得的记下来。如果这场明末的繁华旧梦占图让你有收靠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2000年，读东周列国志，看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霸、权谋与兴亡，如何演成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族大戏。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如果有一天你也要写一本自己的梦忆，你最舍不得忘记的一个画面会是什么？我们下集见。